俄乌冲突从乌东打到乌南，而在知道赫尔松即将成为接下来的决战地区时，俄罗斯军队为决战都做了哪些准备？本期视频，火力军就从战术、武器、人员3方面和大家探讨一下。在战术上，种种迹象都表明，俄军在赫尔松地区是有意示弱。因为面对来自乌军的猛攻，俄军此前曾表示赫尔松前线情况艰难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发现这一切好像都是俄军的计策，想要蒙骗乌军，然后再绝地反击。从10月18日苏罗维金用艰难描述赫尔松地区形势开始，俄军就顺着当时战局的颓势开始了悄悄的布局。先是让外界产生俄军有放弃赫尔松的猜测，引起讨论，干扰乌军的判断，然后积蓄力量进行绝地反击。10月22日，赫尔松地区的亲俄地方行政机构就命令所有居民立即离开赫尔松，并承诺向遵守规定撤离赫尔松的民众奖励10万卢布。自此，有关赫尔松的俄军即将投降的消息更是层出不穷。尤其是在10月24日，乌克兰国防部宣布，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了乌南部赫尔松州的90多个定居点后，俄军投降的消息更是越传越真。我们再看俄罗斯军队的操作，先是宣布在赫尔松成立民兵部队，让当地官员邀请男性居民加入民兵部队，然后又组织非民众的非战斗人员撤离赫尔松，这再一次的加大了外界对俄军弃守赫尔松的猜测。毕竟刚成立的民兵是很难形成战斗力阻挡乌军进攻的。再加上10月26日，俄方信源也称，赫尔松地区的一些亲俄行政机构的人员也同样开始离开赫尔松，前往第聂伯河左岸。俄军这样的行为，在部分西方媒体和一些观察者来看，无疑是俄军撤退的可能性正在上升。不过，俄军这样的示弱行为虽然蒙骗了一些人，但是好像对乌军没有奏效。乌克兰军方并不相信俄军将组织撤退，相反，乌军认为俄正在那里积蓄力量，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。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基里洛·布达诺夫称，撤离居民是俄罗斯方面试图制造一种一切都已失去的假象。俄军正在派遣更多的部队，并准备在赫尔松的街道上布防，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。截止到10月底，莫斯科任命的赫尔松州州长萨尔多宣称，从赫尔松撤往第聂伯河左岸的当地民众已经接近8万人。如果加上这些非民众、非作战人员，其实际撤离人数可能更多。我们不管萨尔多的说法是否属实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随着将大批民众撤离赫尔松，并在当地实行战时状态，俄军是能够将更多的运力集中于军事保障，输送更多的军队和物资到赫尔松。布达诺夫更是警告称，俄军的种种动作表明，他们更有可能正在赫尔松积蓄力量，准备一场与乌军的大战。根据他的说法，俄军目前在赫尔松集结的力量主要包括一些精锐部队，特别是此前表现不错的空降兵和特种部队，还有一些海军步兵部队。而且赫尔松对俄军太重要，说什么普京也不会放弃。我们打个比喻，赫尔松就好比克里米亚的罐头盖，如果俄军丢了赫尔松，克里米亚便朝不保夕。且赫尔松还控制着克里米亚的淡水和陆路交通线，而克里米亚则是俄控制亚速海和黑海的关键。所以乌军一旦控制了赫尔松全境，那么下一步肯定就是封锁和尝试收复克里米亚。若是俄军连克里米亚都丢了，那么俄罗斯就将失去1/3的海权，普京的时代可能就会因此而终结。因此可以说，克里米亚就是俄命门的锁，而赫尔松就是锁的钥匙。所以说，俄军要弃守赫尔松，火力军保持怀疑态度。况且10月26日，泽连斯基的顾问阿列斯多维奇也称，俄军在赫尔松地区又部署了约6个战役战术编队，总数量则超过了30个编队。俄军的这些新行动怎么看都不像会弃守赫尔松，所以俄军很可能就是想在战术上让乌军掉以轻心，然后再进行致命一击。但计策被乌军识破后，索性不装了。10月30日，赫尔松当地亲俄的赫尔松地方表示，俄军部队也正在集结中，准备固守赫尔松。到了10月31日，俄军又对乌军指挥和后勤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打击。此外，俄军还在库皮扬斯克、红利曼
以及尼古拉耶夫至克里沃罗格方向主动出击，击退乌军进攻。俄军这是想要通过给乌军其他方向增加压力，来缓解赫尔松地区俄军的压力，为部队集结拖延时间。在武器上，目前有多种型号的核潜艇已经整装待发，准备交付俄军。双方在赫尔松地区爆发决战的可能再一次加大。我们知道，北方机械制造厂是俄罗斯最大的造船企业，曾为俄军建造了多艘核潜艇。最近，北方机械制造厂的总经理布德尼钦科公开表示，俄罗斯核潜艇三巨头已经凑齐，普京手里又多了一张足以威慑西方的王牌。据悉，855M 型核潜艇第2艘量产型正在进行测试。该核潜艇配备口径和高玛瑙巡航导弹，可以摧毁300千米外的敌军战舰。该核潜艇首次采用球形阵声呐，使得探测能力大幅提升，性能更加先进，同时又使用新动力系统。核燃料更换周期最长可以达到30年，极大地保证了核潜艇的在役率。作为俄军新一代的核潜艇，855M 型核潜艇凝聚了俄军目前所有的最新科技，实力可谓非常的强劲。855M 型的前身855型核潜艇，其具备的先进技术和总体性能，至少和美军的海狼级核潜艇的性能相当，是一种优秀的新锐攻击核潜艇。同时也是俄罗斯最高水平攻击核潜艇的代表。但是如果和美军最新型号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相比，855型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。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近海作战能力很强，对水下目标的侦察能力世界第一，同时还能进行两栖特种作战，这些都是855型不具备的。而最新型的855M 则可以将这一差距进一步的缩小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现代的潜艇作战肯定不是1对1的进行单挑，而是集中自己的优势力量对敌人进行毁灭式打击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战争的胜利。加上现代战争都离不开信息系统的支持，目前美国的信息技术又不知比俄罗斯强了多少倍。所以单是从潜艇的性能来说，855型核潜艇如果和美军的潜艇1对1的话，双方实力不相伯仲。但是美军如果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，俄罗斯的核潜艇就不是美军核潜艇的对手了。除了855M 型核潜艇外，俄军的0985型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也即将在今年完成全部的测试。该核潜艇最为大众熟知的就是它携带的波塞冬核鱼雷。波塞冬核鱼雷的核战斗部爆炸后杀伤力极强，能对敌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，加上又是核潜艇在发射，更是让敌人防不胜防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此前别尔哥罗德号的神秘消失才会引起了北约国家的极大恐慌。相比之下，俄军的第6艘北风之神系列核潜艇苏沃洛夫大元帅号的进度更快，目前已经在准备交付工作了。该核潜艇可以携带16枚布拉瓦洲际导弹，同时具有更好的声学隐身和机动能力。这3艘核潜艇无论哪一艘都有极强的作战能力，这可能也是普京对抗美欧国家的底气之一。因为这3艘核潜艇的交付，俄海军力量的提升就能最大程度地干扰域外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。要知道，这是俄罗斯目前处在劣势位置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就是因为有着北约对乌克兰的军援，才让俄罗斯无法做到速战速决。而且核潜艇又与陆基导弹不同，在核战争中，陆基设施挨过第1轮进攻的概率只有30%多一点，而核潜艇就不一样了，躲过去的概率在70%以上。所以每多一艘核潜艇，俄罗斯拥有第2次核打击力量的概率就很大，对北约等国家产生的威胁就会变大。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说不准就会减少。在人员上，经过1个多月的征召后，普京政府终于宣布已完成部分动员，成功征召了30万预备役部队。目前已有21.8万人正在接受训练，8.2万人已经结束培训，被部署到特别军事行动地区，其中有超过4.1万人已加入前线部队。但怪就怪在俄军明明已完成动员，小卡的车臣部队却在继续招兵买马。小卡这是在图什么？又在隐藏什么？目前车臣当局正向适龄人员发送入役通知，但却没有说明此次要征召多少人参战。但火力军猜测，小卡这次的继续动员大概率是要组建新的志愿者部队投入战场，也可能是俄方在征召30万预备役之外的新动作。
这也从侧面说明，俄军虽然有了30万后备力量，但俄军在前线的兵力不足问题仍未得到解决。普京政府仍旧希望拥有更多可用部队，但火力军觉得车臣此次征兵肯定不会只因兵源不足这么简单。首先，从俄方内部的派系划分来说，小卡属于地方实力派，虽说也被普京授予了上将军衔，但他更多的是作为地方领导人出现，并且与俄罗斯军方的关系不是非常融洽。我们都知道，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时，卡德罗夫父子曾率军与俄军交战，给俄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而在不久前，乌军发起反击，俄方在顿巴斯方向失利后，小卡也出面批判过负责指挥的俄中央军区司令拉平，间接导致拉平被迫休假，离开指挥岗位。甚至有消息称，拉平其实已经被解除了中央军区司令的职务。因此，车臣当局在部分动员结束后征兵，极有可能是要重新平衡与军方的关系。其次，小卡在车臣继续征兵，一定程度上也有向克宫表忠心的意思。卡德罗夫家族属于车臣地方实力派，是在第2次车臣战争时才投靠莫斯科的。俄中央政府需要依靠卡德罗夫家族的势力来掌控车臣，卡德罗夫家族也需要俄中央政府的支持，来确保自己在车臣地位稳固。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，这也就能解释普京为何会一直给小卡优待，小卡又为何会以普京的步兵自居。最后，站在小卡德罗夫的角度上说，在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潭的情况下，除了为中央政府稳住车臣，最能证明自身价值的，无疑是为前线输送大量部队，所以才有了继续征兵之举。而对于普京政府来说，大量动用车臣部队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因为俄罗斯民众对这场战争看法不一，在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等以俄罗斯族裔为主的核心地带，反对战争的声音时有出现。因此，如何在此战中尽量减少伤亡，以免引起民众反弹，是普京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。在这样国内厌战的情况下，车臣部队的重要性就再度显现了出来。因为除了第141特种机动团等少数隶属俄国家禁卫军的部队外，小卡派出的车臣部队大部分都可以归入志愿者行列，死伤也不会引起俄主体民族的太大的反应。看样子，小卡是看出了这一点，才会选择继续招兵，想要尽可能的帮助普京平衡俄罗斯内部的矛盾。综合来说，俄军在赫尔松决战前的安排是下了功夫的。战术上示敌以弱，偷偷积蓄力量；武器上缩小与西方的差距，万一失败了也有所依仗。作战人员上也尽可能平复国内矛盾。乌军也在俄军这样的反抗下，原本计划于10月份取得突破的赫尔松反攻也将延长至冬季。但乌方的布达诺夫局长10月29日表示，乌军有信心在11月底夺回赫尔松。好了，关于俄军在赫尔松的战前准备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